上一世因为妹妹忘带泳衣，帮着点妹妹怎么了？让你回去就回去，爸妈哪来那么多屁话？我没有尽到姐姐的义务，把我反锁进酒店。你在这儿好好反省。我们先去沙滩上玩一会儿好了。百米海啸来临时，我逃之无能，他们却顺利逃生。在睁眼，我回到妹妹逼我回家帮她取泳衣的时候，我回去取。你们在海边玩得开心哦。陆小雨，赶紧回家帮我拿泳衣，蓝色那套，我要穿着下水。我全身一颤，惊魂未定地盯着面前的妹妹陆小野，她烦躁地抓头发，脚下是乱糟糟的行李箱，她找遍了都没找到那套特意买来海边玩的蓝色泳衣。爸妈帮忙翻找无果，只能安慰陆小野，也催促我回家取泳衣，免得妹妹哭了。这时，我惊恐地扭头看了一眼蔚蓝平静的大海，顿觉肌肤刺痛，呼吸困难，心肺仿佛被一只大手死死攥住了一样。而楼下，一个坐在父亲肩膀上的女儿正欢呼大海好漂亮，太熟悉了，一切都太熟悉了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了一家人来海边度假这一天，也重生在了百米海啸来临前4小时。此刻我们才走进度假公寓10分钟，妹妹陆小野便逼我回家帮她拿泳衣。我晕车，来的时候就吐过2次了，现在要是独自打车回去，来回4小时，不知道有多煎熬。上一世我不愿，说晕车难受，给妹妹随便买一套就好了。路边到处都是，毕竟我的泳衣就是家人在路边买的，才20元。结果我遭到爸妈炮轰，路边的泳衣能穿吗？你妹妹过敏怎么办？你当姐姐的，帮着点妹妹怎么了？我看你就是贪玩，非要急着下水，这么大个人了，一点都不懂事。他们习以为常地数落我，并且开始习惯性地比较我和妹妹的差距，比如妹妹娇气可爱，我木讷内向；妹妹能说会道，我沉默寡言。我唯有抿着嘴，一言不发。看你那个死样，又装死人，难怪你只考得上破大专。你妹妹这次高考至少上985，是未来的高材生。你呢，一个破大专，有什么用？跑个腿就是你最大的用处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我爸最不喜欢我当哑巴，所以骂声越来越毒。他全然忘了我当初为什么读大专，或者说他没有忘，是他在我高考前夕酗酒住院，而妈妈和妹妹都借口劳累无法照应，是我这个即将高考的人去照顾他的。我睡眠严重不足，高考发挥失常，只考上了大专，家人还不准我复读，希望我早早读完大专出去打工赚钱。全家人都没有忘记这件事，但他们都觉得合情合理，反正妹妹能上好大学就行了，妹妹开心就行了。比如妹妹高考完要来海边度假，爸妈立刻带她来了，脸我都沾了光。这是19年来家人第一次带我出来玩，只不过几乎所有行李都是我扛的，然后我还要坐2个小时的车回去拿泳衣。陆小雨，你聋了吗？我叫你回家帮我拿泳衣。陆小野见我一直发呆，声音立刻变得尖锐。我思绪回到当下，肌肤依旧生寒，不由自主地远离了窗户，仿佛那平静祥和的大海已经化作了张牙舞爪的魔鬼。谁能想到，短短4个小时后，恐怖的海啸会从深海直扑陆地，毁灭一切。陆小雨，都怪你不提醒妹妹，不然她能忘吗？你赶紧回去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对海啸的惊颤中脱离出来。我盯着妈妈，心想，我为什么要提醒陆小野？我又不知道他会忘。还有，我凭什么要提醒？上一世我就反驳了妈妈的话，结果我爸突然暴起，让你回去就回去，哪来那么多屁话？没看见妹妹不高兴了吗？我爸指着我骂，全然不顾我嘴唇鲜血长流。这一巴掌也让我彻底崩溃。19年了，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不明白为什么家里人要这样对我，所以我控制不住的嚎哭，哭得声嘶力竭，近乎晕倒。陆小野更烦了，气冲冲跑下楼去，他先去玩了，还让我哭完回家拿泳衣。他要在海边玩3天2夜，今天穿不了，明天必须穿。爸妈一脸晦气，你哭也没用，自己反省吧。什么时候愿意回去拿泳衣了？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？爸妈冷哼着离开了，锁住了门，仿佛我只是一件行李，随便丢在屋里就行了。我抱着膝盖窝在公寓，心死欲绝，肩膀抑制不住的抽搐。直到傍晚，平静的大海突然波涛汹涌，潮水宛如炸了锅的沸水，铺天盖地而来。等我发现时，百米巨浪似魔神般冲向海岸，我吓得疯狂大叫，用力拧门试图逃离，可根本拧不开。我只能冲到窗边大喊救命，却见爸妈拉着妹妹钻入车子疾驰而去。我分明瞧见他们进车子前看了我一眼，不过区区3层楼的距离，他们看见我了，但是他们头也不回，眨眼跑得无影无踪。我死在了末日般的海啸下。陆小雨，你哑了？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回不回去帮我拿泳衣？因为我一直没有出声，我爸也立刻暴起，抬手就要抽我。上一世的一幕即将重演，我又会被拳打脚踢，然后锁在公寓等死。我忙往侧边一挪，小野，你别生气，这次度假你是主角，姐姐什么都听你的。爸，我顺便带一瓶茅台来吧，晚上吃海鲜你能喝点。我爸的手停在半空，脸上怒气消散了不少。这还差不多，赶紧回去吧，来回4小时，等你回来天还没黑，能玩不少时间的。小野别生气，爸待会儿带你去坐海上摩托。
我还要坐直升机打卡拍照。我知道海上直升机10分钟800元，要是我敢提这种要求，我爸肯定给我一脚，但他立刻答应了陆小野的要求。好，小野真厉害，敢坐直升机耶！陆小野得意洋洋，瞥了我一眼，他在炫耀他得到的宠爱，而我从小到大得到的只有打骂，心脏还是绞痛了一下，但马上变得冷漠无比。死了一次的人，又岂会在意那微不足道的宠爱呢？爸妈、妹妹，你们留在海边玩吧，我回去拿泳衣。爸妈妹妹满意了，坐等我4个小时后回来。可他们不知道，4个小时后潮水会诡异的退去，随后携带滔天威势席卷而来，或许是海洋地震，又或许是海底火山爆发。总之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海啸即将席卷整个度假村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海浪比我们的公寓酒店还要高，至少也有100米。而100米海啸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。2004年那场震惊全球的1米海啸，波及14个国家，造成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了27万，而其最高高度不过51米。哪怕我们冒城地势高，山多林密，可这100米海啸，我不敢多想。脑海里已经呈现了一片人间炼狱的惨状，我不由急切了起来。4个小时，我该如何求生？我上一世亲眼见过海啸，那100米高的滔天巨浪实在太恐怖了，所以我必须做最坏的打算，那就是预计整个茂城乃至附近的沿海城市全部遭殃。理论上，我如果能坐上飞机飞到千里之外，什么事都不用担忧了，但现在显然来不及了。我甚至很难逃离茂城，因为今天是高考结束的第2天，到处都是车，我们来的时候就一直堵车。这种情况下，我能2个小时回到家里都算烧高香了，所以不能光想着逃，我要多想想如何就近避险。高层建筑貌似是不错的选择，但我马上否决，因为那般末日海啸之下，一切房屋都显得极其可笑，再高的建筑也会随时崩塌，所以庇护所一定要稳固，要高耸。那么山，茂城的东郊与女风景区。最高海拔1400米，基础设施完善，上面还有道观可以避难。我以前在那里当过志愿者，对上面还算熟悉，而且它距离我只有40分钟车程，可以走高速。现在是下午2点，我抵达与女峰附近，还能囤积一些物资带上山，时间是足够的。就它了。思考好后，我也到了楼下，正准备叫车，突然看见一个装修工提着一大包工具路过，工具包里的钉子满满当当。我叫住他，花费10元买了一包钉子。随后我走到地面停车场，锁定了我家的车，看看左右无人，我将钉子撒在4个轮胎下面，全都是钉尖朝上，只要车子一开，必定会扎胎。届时家人疯狂的跑，车子疯狂的漏气，那画面不要太美。拍拍手，我抓紧时间赶路，必须赶去与女峰囤货上山。我叫的车在高速路上疾驰，没想到前面突然堵车了，交警过来敲了敲窗说前面出了车祸，大概还要4个小时。4个小时，我岂不是要在高速上迎接海啸？旁边的司机听到我说的话，诧异的看着我，我根本无心想理由敷衍他。好在40分钟后，车队开始动了起来。下了高速后，距离与女峰只有5分钟车程了，我松了口气。看看时间，下午3点35分。我记得海啸是傍晚6点左右出现的，我还有2个半小时准备。我需要准备的东西不多，够我吃喝1个星期就行了。毕竟海啸来得猛去得快，我躲过第一波冲击后，等待国家力量救援即可。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。如果有机会，谁不想多囤积一点物资以防万一呢？如果有机会，谁不想多囤积一点物资以防万一呢？但我一个人力量太小，时间太少，背1个星期的物资上山已经是极限了。思索间，车子途经一片住宅区，我主动下车，直奔当地超市而去。罐头、肉干、压缩饼干这一类体积小、饱腹感强的物资，我购买了一大包，背在了背上。随后，我又用手提袋装了一些自热米饭、腊鱼、腊肉、红薯干果，这一类体积太大了，我只能浅尝辄止，一大袋够了。最后，我去附近的药店购买了一些常用的药物。比如布洛芬、阿莫西林、小柴胡等。这下背上一包，双手2袋，压得我腰疼。但这些足够我生活很久了，要是省吃俭用，绝对不止1个星期。最重要的水，我只买了3瓶，一是因为太重了，2是因为与女峰上有天然瀑布，不会缺水。检查了一遍物资，我重新叫车，直奔与女峰而去。此时4点36分。距离海啸来临还有1小时24分，而陆小野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我接听了，他张口就命令。你到家了吗？记得帮我把遮阳帽也带来，白色那顶。你要是已经出门了，立刻回头，必须戴上遮阳帽。听着电话里陆小野颐指气使的口吻，我不由想笑，气笑的，他已经把我当仆人10几年了，我早就习惯了，什么都顾着他，让着他，生怕他动怒害我遭殃。要不是死过一次了，我肯定依旧害怕。可惜陆小野再也不能让我害怕了。当然我没有选择回队，因为现在距离海啸到来还有1个多小时。我要是激怒了陆小野，以他的暴躁性格可能没心情玩了。
甚至会立刻往家赶来收拾我。那样的话，他们一家3口逃生的机会就大多了。好的，小野，我现在回头去帮你拿帽子，可能要晚点才能赶回海边哦。我乖巧听话的很，陆小野不由嗤笑。你这卑微的模样，我最喜欢了，继续保持哦。他旁边，我妈也开口：陆小雨，反正你要跑多一趟，干脆把我的化妆品也带来吧。我之前就想带了，嫌麻烦。我心里冷笑，口上答应。好的，妈妈，等我哦。我心里冷笑，口上答应。好的，妈妈，等我哦。这就对了，懂事点儿，大家都开心。我爸插了一嘴，难得夸奖我了。我依旧冷笑。挂了电话后，车子也抵达了渔女风景区。我没在正门下车，而是在西侧门下车。这里有员工通道，我以前当志愿者的时候就是走这条路上山的。我抬头看了看巍峨高耸的渔女峰，心里升起了十足的安全感。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带着物资径直上山。岗亭里大叔正在打盹，压根没留意到有人上山了。岗亭里大叔正在打盹，压根没留意到有人上山了。大概是最近太热了，现在的温度至少30度。这种情况下，傻子才会大白天来爬山。因此我一路上山都没发现游客的踪影。游客肯定有，但必定在正门方向。我走得气喘吁吁，时不一停，最后都快头晕眼花了。终于爬上了半山腰，这里有广场，还有索道，虽然不见什么游客，但索道和缆车都是开放的。我顺利坐上缆车，一边擦汗一边掏出手机看看时间，5点26分。一边擦汗一边掏出手机看看时间，5点26分，距离海啸来临还有34分钟。此时太阳依旧猛烈，山上无风，压根看不出海啸来临的迹象。但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上一世体验的末日感觉笼罩而来，让我心有余悸。我闭眼深呼吸，感受着缆车行驶卷动而来的山风，隐约嗅到了空气中不同寻常的气味。海啸或许已经在深海成型了，只是尚未抵达这里。而我在5点47分时，跟随缆车绕了一圈景点后，终于抵达了山顶。入目是那古色古香的道观，太阳直射下，空气都在发烫，因此依旧不见什么人影。我也无暇去找别人，锁定一座偏殿钻了进去，里面可以拜神。供奉的是张天师，以前兼职的时候，我给张天师擦过灰尘。我拜了一下，径直坐下，顿觉头晕眼花，四肢无力，太累了，也太晒了。好在一切顺利，我坐在了海拔1200米的道观里，绝对安全。此时5点52分，距离海啸来临还有8分钟。我拧开矿泉水灌了起来，而陆小野的电话又来了。电话一通，陆小野张嘴就骂：你腿断了吗？这么久还不回来？我要穿我的泳衣，戴我的帽子去海里拍照，急死了。爸妈也在旁边催：马上有夕阳了，你赶紧回来，我们要给妹妹拍照。我嘴角勾起了冷笑，夕阳拍照，呵呵，你们马上就要死了。我再无顾虑了，带着一种发泄的畅快回应：我不回海边了，在家吹空调呢。什么？陆小野惊了个呆，随即破口大骂：陆小雨，你耍我是不是？你不回来，我的泳衣和帽子呢？谁给我拿？你是残废吗？什么都要我帮你拿？18岁的人了，还跟个发育不良的儿童一样。我说的是脑子啊！陆小野明显懵了，电话那头都安静了片刻。随后我听见陆小野的咆哮：陆小雨，你说什么？我骂我残疾，你骂我没脑子。他这么一吼，旁边的爸妈全震惊了。我爸抢过手机，声音阴厉：陆小雨，你敢骂妹妹？我爸抢过手机，声音阴厉：陆小雨，你敢骂妹妹？你疯了是不是？我妈的声音也挤过来：陆小雨，你说妹妹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妹妹残疾弱智。我说了很多遍。你，陆小雨。我妈当场破防，她呵护了18年的心肝宝贝，何曾被人骂过？更何况是全家最不受宠的奴隶骂的。我爸暴吼：陆小雨，你等着，老子回去把你剁碎了喂狗。啪！我挂断了电话。你等着，老子回去把你剁碎了喂狗。啪！我挂断了电话，不听，坐等最后3分钟。5点57分了，最后的3分钟里，由于我不接电话，家里人只能转移战场，跑去微信群里骂我，文字和语音一大堆，但我同样不理会，只是掐着表看时间，还有1分钟了。陆小野此时彻底破防了，他不骂了，反而在群里发送了大量图片，有大海的、沙滩的、自拍的。他
他我陆小雨。你真可怜，为什么我能在海边玩，你却要滚回家去啊？你真可怜，为什么我能在海边玩，你却要滚回家去啊？陆小雨。你今天真有勇气让我刮目相看，可惜全家都讨厌你，还要打死你。我可是从小没挨过打的哦。陆小雨。你滚出来！你立刻给我到度假村来，我要撕烂你的臭嘴！我想笑，太好笑了。末日海啸还有1分钟来临，我悠哉地抱着大堆物资坐在了最安全的庇护所，而陆小野却在海边破防，跟泼妇一样大吵大闹。我看了都可怜他，于是安慰小野宝宝。我看了都可怜他，于是安慰小野宝宝。你骂了这么久，渴不渴啊？渴了喝点海水吧。毕竟海水马上就要退了，再不喝就来不及了。下一秒，傍晚6点，晚阳骤暗，群里突然没了动静。陆小野不骂了，我的心莫名提了起来，是不是海水诡异退潮了？所以家里人顾不得骂我了。不料我爸突然给我发信息：陆小雨，你他妈跑去与女疯了！我说怎么半天不回来？你有病是不是？大热天去爬山？我眉头一皱，他怎么知道？下一刻，我爸的视频打来了。他怎么知道？下一刻，我爸的视频打来了。我想了想，还是接听了。一是好奇，二是想见证一下海啸。视频拨通，爸妈和妹妹都入镜，他们坐在太阳伞下，依旧享受着徐徐海风。海啸还没来，我心里紧了紧。难道重活一世，世界线变动了？陆小雨，你跑去与女疯干什么？要不是我早先偷偷给你手机定了位，还真逮不到你。我妈张嘴就骂，我顿时了然，她能定位我手机。陆小雨，原来你去爬山了，不愧是神经病。大热天去爬山，原来你去爬山了，不愧是神经病。大热天去爬山，哈哈。陆小野这会儿都不气了，继续嘲笑。我懂了，你被我们骂了，只好一个人去别的地方玩，偏偏脑子不行，选了最热的与女疯。我没有出声，透过屏幕观察不远处的大海，大海始终蔚蓝平静，波光粼粼，不会真没有海啸吧？你又哑巴了，以为躲到山上我就会放过你？我告诉你，等老子回家，非得把你腿打断。我爸戾气横生，满脸煞气。我丝毫不怀疑他真的会打死我，我丝毫不怀疑他真的会打死我。我依旧不语，盯着海面看，心脏越来越紧。终于6点04分，海水突然诡异波动起来，然后迅速退潮。见到这一幕，我心里一松，不由笑了。世界线没有变动，只是我无法精准确定时间点罢了。我的好姐姐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爸爸会打死你。陆小野嗤笑，但被打断了，因为沙滩上乱了，许多人惊诧大喊：什么鬼？水呢？我爸扭头看去，眉毛拧成了一条绳。是啊，水呢？是啊，水呢？我去看看。他将手机塞给我妈，我妈接着同样疑惑眺望，谁也不管我了，视频也没关。陆小野突然惊呼：我在课本上见过，不会是海啸吧？陆小野一下子猜出是海啸了，但毕竟没在现实里见过，所以他没有立刻跑，而是傻愣愣瞅着，甚至拍照。前边一些救生员挥手大喊：后退后退，快跑！这一声快跑惊醒了许多人，一些游客开始往后跑。人都是从众的，一旦有人跑了，那其余人也会跟着跑。人都是从众的，一旦有人跑了，那其余人也会跟着跑。海滩上乱作一团，我爸冲了回来，一把抱起了陆小野。快跑！好多人说是海啸。我妈大惊失色，抓着手机跟着狂奔。我看见大量晃动而模糊的画面，基本都是乱糟糟的人群，心里叹了口气，这些人跑不掉的，除非运气逆天，能一口气开着车跑赢海啸，否则必死无疑。但今天人多车多，到处都堵，谁能跑赢海啸？毕竟不堵的时候，也几乎没有人能跑赢海啸的。思索间，爸妈和妹妹冲到了地面停车场。与此同时，我听见了浩大震撼的声音，那是海洋的怒吼。天啊，天啊，海，快看！我妈吓得直哆嗦，指向大海。我爸声音也在抖：这么高，快上车，快啊！爸，让我先上。陆小野声音带上了哭腔，一股脑钻进了车里。一家3口跟鲶鱼一样疯狂往车里钻。手机晃动间，我终于看见了海啸。100米高的巨浪从天际线浩浩荡荡袭来，100米高的巨浪从天际线浩浩荡荡袭来，宛如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巨龙。海水不再蔚蓝，而是发黑发灰，像是地狱里的血浆，奔腾不息。无数尖叫声、哭喊声回荡在海啸带来的风暴之中，大片人群在推搡中摔倒又被踩踏，哀鸿遍野。轰隆，车子启动，我爸抓紧方向盘疯狂踩油门，车子嗖的一下就窜出去了。
然后被挡住了。地面停车场何等混乱，几百辆车忙着逃命，哪里还有余路？地面停车场何等混乱，几百辆车忙着逃命，哪里还有余路？撞啊，爸，撞开前面的车！陆小野发着抖大叫，我爸一言不发，但猛然加速。我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，前面的车子似乎被顶开了，但有人惨叫：你他妈疯了，撞我们干什么？我老婆怀孕了啊，老婆！滚开！陆小野臭骂。我爸继续猛撞，得亏他的车子本来就停在靠近出口的位置。这一番乱撞，虽然撞了不少车和人，但奇迹般的来到了大路。这一番乱撞，虽然撞了不少车和人，但奇迹般的来到了大路。出来了，提速了，你们坐稳！我爸一声怒吼，将油门踩到底，也不管会不会撞死人了。陆小野扭头看大海，失声惊叫：快点啊，要上岸了！海啸太快了，100米巨浪扑上陆地，何等惊悚！最快了，别怕，有爸爸在。我爸咬牙安抚，但下一秒他突然见鬼一样嘶吼：没气了，怎么回事？4个轮子全在漏气。我笑出声，刚才我爸冲得太急了，压根没注意到仪表盘的指示灯提醒。直到冲出大路，他才察觉不对劲，怎么4个轮子全在漏气？我妈哆哆嗦嗦地开口：老公，别开玩笑，快冲啊！你怎么越来越慢了？我他妈怎么冲？气全漏完了。我爸使劲加速，可车子就是越来越慢，而且路上障碍物越来越多，游客丢下的行李，路边被狂风扫落的树叶，全都阻碍了车子。要是轮胎有气，顶过去就是了，可没气了，很容易被障碍物挡住。陆小野急哭了，竟伸手去抓方向盘。快点啊，你会不会开车啊？他病急乱投医，这么一抓一扭，车子打了个弯，竟然撞在了一棵椰树上，一家3口全都往前面一甩，差点没把隔夜饭甩出来。小野，你疯了！我爸气急败坏，尝试倒车，可车子只会轰隆隆的哀鸣。他当机立断冲下了车，催促道：全都下车，快点！啊，我不要啊，我怕。陆小野大哭起来，我妈硬拉他下车。问我爸该怎么办。拦车，拦车！我爸大喊一声，张开双手拦车。救命，救命！带上我们！整条大路乱糟糟一团，车子一辆接一辆疾驰而过，压根没人会停下。我看得有滋有味，这不比好莱坞刺激？盘腿一坐，我喝着水，啃起了腊鱼，而晃动的画面中，终于出现了一辆正面驶来的车子。我爸大喜，兄弟，停一下！我妈也上前拦车，哀求停下，但那车子不但不停，反而加速。司机探头大骂：我操，你妈狗东西，就是你撞得我老婆流产了！原来他是刚才在地面停车场被撞的车主。我爸脸色大变，赶紧躲开，我妈却躲闪不及，被撞断了右腿，倒地哀嚎。手机也终于落地，镜头对准了天空，我听见我妈的哭喊：好痛，老公救我，快救我！我爸跑了过来，嘴唇哆嗦：你腿断了，小野，你扶你妈妈。陆小野立刻反对：不要，爸，我们快跑吧，海啸来了！不要，爸，我们快跑吧，海啸来了！不要管妈妈了。陆小野，你说什么？我妈惊得不痛了。陆小野发了狠：你腿断了，我们怎么救你？谁让你躲不开？你……我妈估计做梦都想不到，她最疼爱的女儿会这样对她。时间不等人，我爸很快做出了决定，他扛起陆小野，头也不回地冲向了附近的一栋建筑。而此时，海啸声越来越恐怖，宛如一头灭世巨兽正在步步紧逼。我吓得腊鱼都不敢吃了，但转念一想，我在山上啊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所以我继续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。下一刻，镜头一转，出现了我妈惨白的脸。她在最后关头竟然还能想起手机来，她一只手撑着地面用力地爬，另一只手抓着手机，嘴里哭喊：小雨，你果然还在，救我救妈妈啊！我嚼着腊鱼，一脸迷茫。你当我是神吗？小雨，妈妈错了，你都提前躲到山上了，肯定知道海啸要来了，你有办法救我的。我妈很机灵，竟然猜到了我的计划。可惜生死攸关的时刻，她脑子已经吓得不清醒了。我真不是神，我无能为力，所以我摇摇头，救不了。我妈痛哭流涕，不住痛哭：小雨啊，妈妈错了，陆小野真是个畜生，妈妈不该爱他。小雨，救救妈妈，妈妈以后只爱你。
他伸长了脖子，仿佛水里爬出来的尸体。我沉默地看着。3秒过后，仿佛水里爬出来的尸体。我沉默地看着。3秒过后，海啸如一只巨掌般拍下，砰！镜头里的一切都毁灭了，只剩下一片浑浊，随后是漆黑。视频断了，我心脏紧了一下，又释然地呼了口气。妈妈，下辈子当个合格的妈妈吧。妈妈被吞没后，我并没有失去关于海啸的信息，因为我爸和妹妹开始疯狂给我发语音，我不由诧异，他俩这么闲吗？我点开我爸的语音听了起来。小雨，我躲进昌隆酒店了，一直往楼顶跑。小雨，我躲进昌隆酒店了，一直往楼顶跑。这酒店100多米高，我带着妹妹躲去楼顶，你快报警求救！我报警没人接，记住是昌隆酒店。我听得无语，这是末日海啸啊，报警有什么用？直升机都不敢靠近海岸了。显然我爸也是昏了头了，他太恐惧了，只能想到我，他只能求我伸出援手。如我所料，他继续求援。小雨啊，你提前躲到了山上，肯定是知道海啸要来吧？爸爸该怎么办？酒店会不会塌？见我不回答，他继续发。爸爸该怎么办？酒店会不会塌？见我不回答，他继续发。乖女啊，爸爸其实很爱你的，只是爸爸不擅长表达而已。父爱无声，你别怪爸爸。我听得反胃，果然恐惧之下智商归零。他跟妈妈一样，都觉得我能提前避难，或许有办法救他们，可我真没有。我又听陆小野的语音，她急促而恐慌，但声音竟强行有点甜。姐姐，我跟爸爸在一起，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我们？海啸马上冲过来了，我好怕啊！如果我没记错，他10多年没有喊我姐姐了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他10多年没有喊我姐姐了。不对，其实喊过很多次了，但都是在阴阳怪气，比如我的好姐姐，你怎么又挨骂啦？亲爱的姐姐，想不想要我的手机啊？妈妈给我买的最新款苹果哦。姐姐，我其实很喜欢你，哈哈，骗你的。诸如此类，太多了，所以我回复他：亲爱的妹妹，姐姐有办法救你，但姐姐不救。陆小野被我骗到了，继续卑微恳求，求我救命。我油盐不进，笑看他表演，最后他又破防了，习惯性的大骂。最后他又破防了，习惯性的大骂。你个贱人，耍我是不是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我爸也差不多，他发了几十条语音，我一条都不听，所以他跟陆小野一样，又怕又气，直接发狂。陆小雨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们是你的亲人，你知道海啸要来了，竟然一个人逃生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爸打出了孝心牌，我直接给他王炸。我没有亲人啊，因为你们都要死了。陆小雨，你个狗东西！我爸的语音条只录入了半截。你个狗东西！我爸的语音条只录入了半截，后面几秒是波涛汹涌的浪花声和陆小野的尖叫声。显然，海啸抵达了昌隆酒店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安静了的时候，陆小野发来了最后的语音：贱人，我做鬼都不放过你！啊，楼塌了！啊，陆小雨，你不得好死！语音条最后是惊天巨响，夹杂着海浪撞击墙面声、玻璃破碎声、楼体倾斜声。这下一切都结束了。我这个不得好死的人还活着，那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死了。我这个不得好死的人还活着，那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死了，都死了。手机再无动静了。我走出道馆，站在观景平台，眺望大海的方向。这里距离海洋应该有30多公里，是看不到大海的，也暂时不见海浪。可空气一直在激烈波动，一种咸腥奇怪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鱼女峰，鱼女峰上也开始喧嚣起来。我终于看见了一些游客，他们刷着手机，震惊而惶恐。竟然发生了海啸，听说浪头有100米高。竟然发生了海啸，听说浪头有100米高。会不会波及我们这里？我们离度假村不算远。完蛋了，今天度假村游客最多的，唉。焦灼的空气在流淌，人人不安。很快，这股不安扩大，宛如平地惊雷一样炸响在每个人心中。因为在目所能及的天际线出现了一道黑色的海浪，那是海啸上岸后形成的洪流，正扑向茂城市区。天啊，快跑！许多人大喊，朝着山下冲去，简直是昏了头了。许多人大喊，朝着山下冲去，简直是昏了头了。好在有人理智，扯开嗓子吼道：别下山，全躲在山上，这里是最安全的。混乱的人群全往山顶挤，有些人打电话给家人通知逃命，有些人不断报警求救，嘟嘟声不绝。我凝视着越来越近的黑龙，心头胆寒又压抑。道馆的倒是跑了出来，呼吁大家不要站在山头，因为海啸一来必定伴随狂风。众人便全躲进道馆去，我也躲回了我的庇护所。
众人便全躲进道馆去，我也躲回了我的庇护所。我已经将物资藏在了张天师身后，吃的时候才拿出来。片刻后，轰隆声炸裂，天穹仿佛被撕开了一样，无数狂风伴随着雨雾，还有那恐怖的海浪，一头撞在了鱼女峰上，山体仿佛都在震颤，我的心脏也抖了抖。好在鱼女峰不会倒塌，巨浪的声音不绝于耳，整个茂城都被淹没了。天空中下起了瓢泼大雨，空气中混杂着海泥的颗粒。天空中下起了瓢泼大雨，空气中混杂着海泥的颗粒，到处都朦朦胧胧的。入夜后，能见度更低了，但巨浪的声音明显小了许多。一般的海啸持续1-2个小时已经算夸张了，100米海啸也难持续太久。现在已经进入了退水期，海水要重归大海，只是已经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了。我躺在张天师的蒲团下，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睡得不太安稳，一直做噩梦，梦见我又被海啸吞噬了，一直做噩梦，梦见我又被海啸吞噬了，呼吸困难，肌肤生寒，只是死亡时刻，有看不清脸的陌生人奋力救我，一男一女拼了命的救我。我在梦中喊爸爸妈妈，一睁眼，眼角泪水长流，那看不清脸的爸爸妈妈消失了。我怔怔地坐着，许久不动。这个梦是我内心的写照吧？我渴望爸爸妈妈的爱，可惜爸爸妈妈是没有脸的，因为有脸的爸爸妈妈根本不爱我，他们不会走进我的梦。摇摇头，我站了起来，内心坚硬如石。外面天色已经亮了，直升机在天空盘旋，大喇叭播放着鼓舞人心的话语：尊敬的各位市民，海啸已经退去，请大家勿要惊慌，救援力量已经投放，请大家遵守秩序。游客们跑到山顶挥手，喜极而泣，更多的人不顾一切往山下跑去，急着去见家人。我眺望山下，只能看见无边无际的黄水，那是海水，正在退去。退完之后，剩下满地疮痍，还有积满水的河道、洼地以及尸体。救援力量确实投放了，直升机、救生船正在行动。我笑话起了自己，真是多虑了，白囤物资了。太阳已经出来，用不着物资喽。3个月后，沿海一带大体恢复了正常。我被叫去了好几次警局，都是认领尸体的，可每次都不是我的家人。我的家人大概被拍碎了，或者被海水拖进了大海。总之，我见不到他们了，收尸都收不了呢。家里的遗产自然由我继承，1套商品房、3间商铺、1栋出租楼。对了，还有380万存款，在茂城市，这些资产足够我横着走了。所以我沉默地想了许久，为什么家里这么有钱，却还是那样对我呢？连泳衣都只给我买路边的，其实路边的我也不嫌弃，只是凭什么妹妹的泳衣是牌子货，1套300多呢？最后我只能揉揉心口，让自己释怀。有些父母天生就是偏心的，或者说他们是没有心的，而我有心，所以我总是徘徊在痛苦和绝望中，渴望我的心被一丝爱填满。真幼稚啊！陆小雨，从今往后好好爱自己吧。